青灯古卷前，一句众生皆苦，一皆有福，道尽尘世真相。世人困于生活泥沼，总觉苦难如影随形，殊不知佛家早有真言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苦非绝路，福藏其中。这看似相悖的智慧，恰是穿透迷雾的禅机。世间有3种人命最苦，也最有福，他们在苦难的深渊中磨砺心性，于绝境里顿悟智慧，其中暗藏着莫大的因果。看看你是不是这种人？江南天柱山路的伽蓝寺正值春深，千年银杏新叶出绽，如翡翠玲珑伞盖遮蔽着青瓦飞檐。大雄宝殿内，陈客已毕，知客僧正引着10余位信众往东厢禅堂而去。忽闻山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夹杂着压抑的咳嗽。阿弥陀佛！这位施主面色清白如纸，可是染了风寒。知客僧见一年轻书生扶着石狮子剧烈喘息，胸前补丁落补丁的青衫已被冷汗浸透，腕间系着的孝绳在风中轻晃。书生勉强作揖，喉间腥甜，晚生陈继常，祖籍泸州，3载前随叔父迁居山下，不想上月叔父染疫身亡，家中仅剩病母。话未说完，便剧烈咳嗽，帕子上因开点点血渍。禅堂内，慧明禅师正用竹篾拨弄着香炉里的沉水香，忽闻莲笼响动，知客僧扶着面色惨白的书生进来。殿内18罗汉像在光影中似有慈悲木锤。禅师救我！陈继常扑通跪地，额头抵着青砖。自小父亲病逝，母亲纺纱供我读书，13岁叔父接我们同住，原以为有了依靠，不想叔父半年前竟将田产典卖，昨日又留书出走，声音哽咽。如今家徒4壁，母亲卧病无医，晚生连半斗米都求告无门，莫不是前世造了恶业，才受此报应？慧明禅师放下竹篾，铜铃般的声音在禅堂回荡。施主可闻楞严经云：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且看这沉水香，为焚时苦涩，焚烧时却清香遍界。苦与福，本是心事所化。说着亲手扶起书生，指尖触到其万古嶙峋。先饮一盏罗汉果茶，听老僧说断因果。陈继常望着禅师递来的粗陶茶盏，琥珀色茶汤中浮着2朵绽开的罗汉果，甜香入鼻，心神稍定。禅堂外忽起山风，吹得眼角铜铃叮咚，仿佛穿越千年时光，响起另一盏松油灯下的读书声。50年前，桐城县有个7岁孩童，名唤李修缘。慧明禅师的声音如老松年轮，其父原是账房先生，因替主家顶罪入狱，母亲投河自尽，小小的修缘只能抱着半卷残书，投靠叔父。叔父开着米铺，却是修缘如累赘，每日天不亮便令他清扫前院，待米铺开门，又要搬卸100斤重的米袋。寒冬腊月，小手冻得开裂，还要给叔父家的公子磨墨铺纸。禅师指尖摩挲着念珠，但这孩子有个怪癖，每夜等所有人睡下，便偷偷爬上柴房，用捡来的松枝做灯，在漏雨的窗下读书。陈继常心中一凛，这不正是自己每日的写照？只是他更惨，柴房已被叔父变卖，如今只能在破庙的香案下借着佛前残灯读书。翌日暴雨，柴房漏雨如注，松油灯被浇灭。修缘摸着黑捡起被雨水泡烂的《论语》，忽然听见头顶有人轻笑：小友如此勤学，可愿随我读书？禅师眼中泛起微光，来者竟是告老还乡的翰林院编修张大人。那日路过柴房，见墙缝中透出的松光时明时灭，好奇之下驻足，竟看见一个孩童趴在湿草上，用手指在泥地上默写学而篇。张大人收他为弟子，每日丑时3刻，修缘便揣着冷硬的炊笔，踩着尘霜去张家祠堂。禅师忽然问：施主可知，为何张大人不收他为书童，却要亲自授课？陈继常摇头。禅师叹道：因修缘每次搬完米袋，
总要把沾了米糠的手洗得干干净净才翻书，连祠堂砖缝里的灰尘都要用袖口擦了才肯做。张大人说，此子虽处泥淖，却怀锦瑜之心。禅堂内有信众忍不住问，禅师，李修缘受此苦难，难道不是前世欠下的债？慧明禅师目光如炬，地藏经言，难言菩提众生，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然业有善恶，前世若种善因，今生遇善缘；前世若种恶因，今生受恶果。但修缘能在苦中不昧心性，正是在消旧业，种新因。他望向陈继常，就像这位施主，每日侍奉病母汤药后，还要在破庙读书，手指冻得握不住笔，便用布帛裹住木棍写。此等精进，岂是业障二字能逼？陈继常浑身一颤，想起昨夜母亲咳得睡不着，他便背着母亲在破庙外踱步，借着月光背孟子，霜花落在书页上，竟结成小小的冰晶。3年后，修缘参加童子试，张大人送他一方端砚，他却推辞，先生教我学问，以让修缘免做文盲之鬼，怎敢再受重礼？禅师微笑。放榜那日，他穿着打满补丁的青衫去看榜，榜头李修缘3个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身后却传来叔父的叫骂，你个丧门星，竟把我家的福气都偷去了。信众中有人愤然，这叔父也太刻薄。更甚者，禅师续道，叔父竟要修缘将功名卖与富家子，否则便撕了他的书卷。修缘跪在叔父面前，额头磕出血来。叔父若要钱财，修缘愿为书奴10年，但若要我卖了功名，便是毁了张大人的心血，毁了修缘的初心。陈继常忽然想起，上月叔父临走前曾要他去富户家做伴读，被他拒绝后，叔父竟将他的春秋扔进火盆，他冒着火抢出残卷，手指至今还留着疤痕。后来呢？有小沙弥忍不住问。后来张大人亲自上门，以100两白银替修缘赎身，待他进京。禅师望向窗外的菩提树，临行前，修缘去父母坟前磕头，发现坟头长着2株并蒂莲，正是他每年用省下的口粮浇灌的结果。修缘中举那日，在贡院外遇见个瞎眼老妇讨饭，他竟将御赐的锦袍脱下换了热粥。慧明禅师捻动佛珠，后来才知那老妇是当年替他父亲鸣冤的狱卒之妻，因受牵连被毒瞎双眼。修缘将他接回府中，当作母亲侍奉，每日退朝后必亲自为他敷药。陈继常听得入神，忽觉掌心刺痛，低头见方才太过用力，指甲掐进了掌心。这不正是他的心愿吗？若能考取功名，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，还要救济像他们这样的穷人。施主可知李修缘后来为何能成为一代名臣？禅师忽然问，不是因为他的才学，而是因为他在苦难中修得了文慧。大制度论云，文慧者，闻所成慧。从闻法生，他从苦难中闻的世间疾苦，闻的慈悲之道，这才是真正的福报。说着，禅师从袈裟内取出一本残破的妙法莲华经，封面有火焚痕迹，这是李修缘当年在柴房读的经。后来他任江南巡抚时，带着这本经巡视灾区，见百姓易子而食，竟将官粮先赈灾民，自己每日只吃麦麸粥。朝廷有人弹劾他，他却在奏折中写，臣闻法华云，若见众生受诸苦恼，当起悲心，此心不泯，虽死犹生。禅堂内一片寂静，唯有香炉中沉水香仍在袅袅上升。陈继常忽然想起，昨夜在破庙，他对着观音像许愿，若能让母亲病愈，继常愿一生吃素，广结善缘。此刻看着禅师手中的残经，忽然明白，苦难不是惩罚，而是菩萨递来的莲花经，顺着它便能触到慈悲的莲花。慧明禅师话音刚落，禅堂西侧忽有锦衣商人长揖在地。禅师，晚生王富贵，祖上3代从商，去年海运遇风暴，货物尽失，如今债主临门，
妻离子散。方才听您讲李修缘的故事，说苦难能成福报，可晚生实在想不通，为何辛辛苦苦干了20年，一夜之间便回到赤贫？禅师示意他起身，施主可知，50年前有位商人名叫王福生，与你同姓，经历竟也相似。福生之父原是扬州盐商，家中珍宝如素，光是藏茶便有3进院落。福生自幼穿金戴银，10岁时便有仆人捧着象牙算盘，替他算零用钱。禅师声音转沉，然天有不测风云，19岁那年，父亲因得罪权贵被下狱，家中库房被查抄，连祖宅都贴了封条。福生抱着母亲的骨灰盒，在雪地里跪了3天，才求得城郊破庙的方丈收留。王富贵浑身一颤，这不正是他3个月前的遭遇？被同行陷害，货物被充公，妻子带着女儿回了娘家，他如今借住在码头的窝棚里，每日替人搬货糊口。破庙的老方丈见福生穿着单衣冻得发抖，却仍抱着骨灰盒不放，便说：施主可知，金刚经云，如来说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何况身外之物？禅师续道：福生不懂，只是哭着说：大师，我连给母亲买块坟地的钱都没有。老方丈却笑了：你若能放下绸缎，穿上粗麻，明日随我去化缘，或许能寻得转机。第2日，福生跟着老方丈走街串巷，捧着瓦钵讨饭。禅师目光如镜，映出王富贵苍白的脸。起初他嫌丢人，见了熟人便躲。老方丈却道：施主昔日受人奉承，是因祖上余荫；今日受人白眼，是因业力现前。若能在此中悟得诸行无常，便是最大的财富。半月后，福生在码头遇见父亲昔日的账房先生，那人竟装作不认识他。禅师忽然问：施主，若你是福生，当如何？王富贵沉吟：大概会怨恨吧。福生却跪在地上，给那先生磕头：多谢先生当年教我打算盘，如今福生靠着手艺，在码头替人记账，每日能换2升米。禅师点头。那先生羞愧难当，回家后竟将自己的小铺面让给福生，说：你父亲在时从未苛待过下人，我若不帮你，对不起良心。王富贵想起自己昨日在码头遇见曾经的手下，对方不仅不帮忙，还冷言冷语，他当时气得要动手，如今想来，竟是自己未能放下傲气。福生的铺面只有1丈见方，卖些笔墨纸砚。禅师道：他每日天不亮便起床，磨墨、裁纸、捆笔，手指被墨水染得发黑。有次暴雨冲了库房，他抱着进了水的宣纸痛哭，却忽然想起老方丈的话：纸湿了尚可晒干，心湿了如何能明？3年后，福生攒了些钱，开始倒腾茶叶。禅师忽然笑了，他谨记父亲说过，茶如人，须经揉捻方能出香。亲自去茶山收茶，见茶农寒冬里赤足采茶，竟将自己的棉鞋送给对方，自己穿着草鞋走山路翌日，他在茶棚遇见位老茶商，说他的茶包装简陋，卖不出价钱。禅师眼中泛起金光，福生却道：小人卖的不是包装，是茶香，若大爷不信，可亲自尝尝。说着当场煮茶，茶香飘出3里，竟引来了路过的布政使大人。布政使喝了茶，赞道：此茶如君子，苦后回甘，竟似人生。竟与禅师拍掌。后来福生的茶被列为贡茶，他却做了件奇事，将每年3成利润拿出来，在茶山建学堂，让茶农的孩子读书。王富贵听得入神，忽然想起自己当年垄断市场时，曾压低茶农的收购价，如今遭难，茶农们竟无一人相助。原来福报不是囤积财富，而是广结善缘。福生60岁大寿时，开仓赈济灾民，万人空向禅师取出一幅画卷，画中老者笑容慈祥，身边围绕着孩童。他临终前对子孙说：我曾以为金银是福，后来才知能让他人离苦才是真福报。就像华严经说的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
但愿众生得离苦。王富贵忽然伏地痛哭。禅师，晚生懂了，当年我为了赚钱，不择手段，如今遭难，正是消旧业。若能像福生那样，在苦难中学会慈悲，便是最大的福报。慧明禅师点头，善哉。壮年受挫之人，受的是思慧之苦。楞严经云：知妄为妄，即妄真矣。能在挫折中思悟因果，思修善业，便是转苦为福之机。禅堂东北角传来低低的啜泣声，众人望去，见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妇人正用帕子擦拭眼泪，腕上带着串褪色的红绳，绳上系着个小小的银锁。老菩萨为何哭泣？慧明禅师温和问道。老妇人哽咽道：禅师方才讲壮年受挫，让我想起老头子，他5年前走了，留下我和痴呆的儿子，上个月儿子也走了，如今就剩我孤老婆子一个。禅师核实：老菩萨可听说过暮年失去之人的福报？老妇人抬头，眼中满是困惑，都失去了，还有什么福报？且听老僧讲个故事。禅师声音如木鼓。20年前，苏州有位姓柳的老妇人，名唤静修。她本是官宦夫人，丈夫在任上积劳成疾，儿子又在海战中殉国，一夜之间华服换作素衣，楼阁变为茅屋。老妇人浑身一震，这不正是她的写照？老头子走后，儿子吸毒成瘾，败光家产，最后死在街头，他连口棺材都买不起，还是邻居帮忙埋的。静修夫人起初每日对着亡夫的朝服哭泣，直到有日路过城隍庙，见地上躺着个冻僵的乞儿。禅师道：他想起自己儿子小时候也是这样虎头虎脑的，便将乞儿抱回家，用仅剩的棉被裹住。乞儿醒后喊他奶奶，这一声竟让静修夫人泪如雨下。禅师望向老妇人腕上的银锁，他从此带着乞儿讨饭，走街串巷时总把讨来的热饭先给孩子吃，自己啃冷硬的窝头。有人笑他傻，他却说：我失去了儿子，却得了孙子，这不是福报吗？老妇人想起自己收养的流浪猫，每天晚上都会蜷在他脚边，或许这就是禅师说的福报。3年后，乞儿被亲生父母寻到，原来是外地商人的独子，不慎走失。禅师絮道：商人要重金感谢，静修夫人却拒绝了，孩子平安就好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商人感动，便在城郊给他盖了间小屋，还雇人照顾他。有日，静修夫人在屋前晒太阳，看见一只蝴蝶破茧，忽然想起心经里的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。禅师眼中泛起柔光，他终于明白，儿子、丈夫的离去不过是因缘聚散，就像剪破蝶飞，看似失去，实则获得自由。后来静修夫人成了伽蓝寺的义工，每日打扫殿堂，为香客奉茶。禅师指向大雄宝殿，他常说以前住在深宅大院，心却像被锁在牢笼里，如今住在小屋，心却像天上的云，自由自在。去年他圆寂前，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捐给了孤儿院，临终寄语写着：得失皆幻梦，慈悲是真身。禅师叹道：老菩萨，暮年失去之人受的是修慧之苦。涅盘经云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，寂灭为乐。能在失去中修得无住生心，便是入了涅盘境界。老妇人忽然摸着腕上的银锁笑了。老头子走时，我觉得天塌了；儿子走时，我想跟着去。现在才知道，他们是帮我解开了心里的锁。就像禅师说的，失去的是皮囊，得到的是自在。慧明禅师点头，善哉。暮年失去之人，能观五蕴皆空，破我执法执，此等福报胜过万两黄金。禅堂内，陈中忽然响起，惊起眼角白鸽。慧明禅师起身，袈裟上的金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宛如金身罗汉现世。世人不知，这3种苦正是3尊菩萨的化身。禅师声音震耳欲聋：少年苦学是文殊菩萨化现，教你修智慧；壮年受挫
是普贤菩萨化现，教你修大行。暮年失去，是地藏菩萨化现，教你修慈悲。众人望去，竟见禅师身后浮现出3尊菩萨法相，文殊手持智慧剑，普贤骑着6牙白象，地藏手持锡杖，眉间放出金光。如何从苦中得福？禅师伸出3指，一曰忍辱波罗蜜，如李修缘忍人所不能忍，方得智慧；二曰檀那波罗蜜，如王福生舍财救人，方得富贵；三曰般若波罗蜜，如静修夫人观空得自在，方得解脱。陈继常忽然想起自己的经历，少年苦学，不正是文殊菩萨在考验他的决心？王富贵的壮年受挫，不正是普贤菩萨在磨练他的毅力？老妇人的暮年失去，不正是地藏菩萨在开启他的慈悲？记住，禅师忽然厉声道：苦非苦，福非福，不过是因缘生灭。若能在苦中种下善因，必得福报善果；若在福中造作恶业，必有苦难恶果。说着，禅师取出3粒舍利，分别置于3人面前。这是李修缘、王福生、静修夫人圆寂后留下的，他们用一生印证了《法华经》的3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却也在火宅中种出了莲花。陈继常望着舍利发出的微光，忽然觉得浑身轻快，并似乎好了大半。他跪地发愿：弟子愿以苦为舟，渡己渡人，若得福报，必回向众生。王富贵摸着舍利，想起码头的窝棚，忽然觉得那不是苦难，而是新的开始。他发愿：弟子愿重操旧业，以诚信为本，赚来的钱3%救济穷人。老妇人望着舍利，仿佛看见儿子在向他微笑。他发愿：弟子愿常来伽蓝寺，替香客缝补衣物，煮茶奉水，就像静修夫人那样。慧明禅师见状，终于露出笑容：善哉善哉，3劫成福，不在他方，就在当下。记住，少年苦学不坠志，壮年受挫不灰心，暮年失去不执着，此乃人间大福报。话音未落，禅堂内忽然绽放出7彩光芒，诸佛菩萨法相在空中显现，檀香化作莲花雨飘落。众人闭目合十，只觉心中的苦难如冰雪消融，福报的阳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。伽蓝钟声再次响起，这一次钟声里满是希望与慈悲。陈继常起身望向窗外，只见山路上又有信众前来，他们的脸上或许带着苦难，但眼中已有了光芒，那是知道苦难背后藏着福报的光芒，是明白自己正在修行路上的光芒。风过菩提，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着永恒的真理。苦海虽无边，回头即是岸；苦难虽炽烈，心境变成莲。这世间最苦的3种人，恰恰是最有福的人，因为他们正在用苦难书写着最璀璨的福报篇章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